最近斩杀线这个词在国内网络十分爆火，老吴也来凑个热闹，聊聊斩杀线这个词是怎么经过数百年的演化而来的。最早老吴是上周听说这个词，还是从和一个国内朋友微信聊天中得知，赶紧查了下，原来如此，基本也有那么回事。但是是否只有美国有这种情况呢？老吴先打个问号，以后有机会再说。当然老吴作为一个喜欢研究的人，逼格自然要拉高一点，咱要追根溯源的问一下，斩杀线这个词是咋来的？这个词对于打游戏的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现在已经广泛存在于手游、页游之中，例如宇宙第一火的王者荣耀里面，就有很多角色有类似的斩杀脆皮的技能，但是它的历史可是远比 99.9% 的网友想象的要久远许多。我们先说斩杀这个词的来源，大概是12到14世纪的中世纪，意义接近于 execution， 意思是执行判决，特别是死刑。又或者法语的 coup de grâce，coup 指的是打击、一击， grâce 指的是处于仁慈，结合起来就是仁慈的一击。 execution 比较好理解，我们都看过不少国外描述那个年代的影视作品，早期为了显示君主的权力和威慑力，一般是在公开场合执行，当然并不都是直接用剑、斧头或者火枪给个痛快，也有比较极端残忍的行刑方法，例如轮刑，就是把人绑在轮子上，用钝器打碎四肢的骨头，然后晾在那里慢慢死去，极其残忍，有的时候需要3到4天，有时候为了减轻痛苦，给予一点仁慈，在打断四肢以后会击打胸部或者头部，加速死亡。后来发展出来断头台，一刀毙命，减轻苦楚时间的问题解决了，但依旧是公开场合。再到后来稍微人道一些，不再公开允许民众随意观看，方法也从简单粗暴发展成例如美国的电刑或者注射死刑。另外一个来源是法语词汇 coup de grâce， 也就是仁慈一击的意思，也是中世纪出现的一个词汇。那个时候完全是个冷兵器时代，盔甲技术却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保护战斗中的骑士，减少突发致命伤，但是盔甲仍然可以被穿透，造成重伤，加上当时医学不发达，实际上很多时候是一种慢性死亡，于是就出现了仁慈一击的说法，对于受重伤的人给予最后一击，目的是结束其无法治愈的痛苦，甚至还出现了干这种活的专用武器 Miséricorde， 中文大概可以叫仁慈匕首，一般中世纪骑士常常会随身携带。这种匕首十分细长坚硬，很容易穿过盔甲间隙，直刺要害。到了后来，这种仁慈一击的做法往战场外得到推广，广泛用于对受重伤的人或者动物给予最后一击。例如这幅来自 Alfred Jacob Miller 1837年创作的名画 Yell of Triumph， 讲述的就是印第安土著站在奄奄一息的野牛身上，呼喝着进行胜利仪式，随后就会给予仁慈一击。又例如刚才提到过的一些行刑中，如果不能立刻杀死罪犯，也会给予最后仁慈一击，避免痛苦。当然了，不管是 execution 还是仁慈一击的说法，只有斩杀的意思，并没有斩杀线这种阈值。现实中这玩意是没办法量化的，只能靠占据主动的人眼睛观察以及主观判断。19世纪以后 coup de grâce 被广泛引入文学、艺术、哲学领域，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描述这些残忍的场景，而是可以泛指一些对各种失败者最后的打击。例如这个案例的新闻讲的是法国总统最新的危机可能会成为他倒台的最后一击。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斩杀或者斩杀线是怎么出现在游戏里的呢？最早在游戏里的雏形，目前比较公认的是1974年的出版《龙与地下城》 Dungeons Dragons， 它是一款经典的奇幻背景桌面角色扮演游戏，可以算是现代所有角色扮演游戏的鼻祖。顺便提一句，这个版本的游戏很少，如果你能有一套，那么恭喜你，值老鼻子钱了。当时虽然没有明确写出 coup de grâce 这个术语，但是有了这种初步的体系，如果处于失去行动能力或者无法反抗状态，例如睡眠，可以执行必杀。而在第3版以后， coup de grâce 这个术语及其规则才被正式确立，并且延续到后面的版本。2000年以后，类似的斩杀词汇、技能则广泛出现在各种游戏里面，英文类似 execute 或者 instant kill。老吴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魔兽争霸3里面有几个英雄的技能，例如死亡骑士 Death Knight 的死亡缠绕 Death Coil 技能就常被用来给予残血敌方英雄最后一击，我们常常形象地叫他丢大那啥。
更加经典的是山丘之王 Mountain King 的技能风暴之锤 Storm Bolt， 击晕加伤害，如果再叠加天神下凡雷霆一击，简直是英雄克星。而真正斩杀技能以及斩杀线概念，则是起源于一款基于魔兽争霸3地图编辑器所制作的游戏 DOTA， 它可以算得上是多人在线竞技游戏的鼻祖之一。在 DOTA 成为独立的游戏，变成 DOTA 2以后，角色和技能更加丰富，而其中代表性的血量阈值斩杀体系，就是力量型近战英雄斧王 X 这个角色的淘汰之刃 Calling Blade 技能。当目标生命值低于伤害阈值时，直接秒杀，并且获得护甲 buff。因为有了明确的血量阈值，也就是斩杀线，而不是靠概率出高伤害，并且作为独立的技能存在，且成功以后可以持续获得，更有利于生存和伤害的 buff， 因此可以说是游戏世界里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斩杀技能。Down to size. Come and get it. Dire'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Get some. Radiant's middle tower is under attack. 当然 DOTA 2的斩杀还停留在个体或者小队层面，而真正将它发展到围绕血量阈值，也就是斩杀线进行战术构建层面的游戏，则是2004年推出的史诗级大型多人线上游戏《魔兽世界》。一经推出，立刻风靡全球，并且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引入中国。最早是45级封顶测试，老吴也是那时候开始玩的。而在最早版本中，就明确了战士这个职业的斩杀技能属于核心终结技，英文翻译 Execute， 在 BOSS 生命值低于 20% 时候才可以使用，伤害和使用怒气值成正比。当然了，在很早期的版本中，战士输出地位并不高，只有在 PVP 战场以及对决的时候，配合一些减速控制技能，可以秒天秒地。少数几个版本以及副本，例如纳克萨马斯，通过暴雪爸爸的技能天赋调整，才让战士站在了输出的巅峰。另外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得双持信用卡，毕竟极品装备都要靠抢，经常还得跨甲，不然也没戏。在魔兽世界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战士有残血 BOSS 斩杀技能，直到比较后面的版本，才逐步给其他职业加入类似的技能，例如猎人的杀戮射击，再例如痛苦术士的吸取灵魂。随着这些技能的出现，逐渐出现了一个 BOSS 20%血量斩杀线以后的阶段词汇，叫斩杀阶段。很多 buff 技能，例如萨满的嗜血，例如一些爆发药剂，都要留在这个阶段，使得伤害最大化。于是斩杀机制就成了整个战斗节奏的核心，也是战术制定的核心。
好了，历史讲完，回忆满满，希望大家喜欢。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暴雪爸爸，没有你就没有如今的热门词汇斩杀线，没有你，美国人、中国人都不知道如何描述美帝中产阶级的苦，没有你，无数青少年甚至中老年也不知道如何廉价的娱乐。欢迎点赞、订阅加收藏哦。